用微光照亮夜晚，用温暖温润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我在孩子的住所帮他料理家务，一天的劳累过后，我刚想躺下放松片刻，看看手机就休息。家族的群聊里突然出现了新的消息，家里有个无能的母亲是怎样的体验？这消息是我孩子发的。我原以为这只是他在网络上的一篇分享，但紧接着他在群里说：“史慧，快帮我新帖子点个赞！我怎么这么不走运，摊上这样一个无能的妈？”我这才明白他是发错了群聊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他提到的史慧，我很清楚，那是我孩子的挚友。我立刻点开了那篇帖子查看。说实话，一开始看到标题，我并未太过在意，毕竟在这个网络时代，标题党早已司空见惯，我理解。但当我仔细阅读完整篇文章后，我整个人都愣住了。帖子里充斥着无能、愚蠢这样的词汇。孩子抱怨我做的菜永远一成不变，只会用酱油和调料，连短视频的菜谱都学不会。他说我愚蠢至极，走路都会摔跤，还要他送我去医院，甚至指责我在给孩子洗澡时总是用盆接水而不是用流动的水。尽管我一再强调那样更安全，这篇帖子持续更新，罗列了上百件他对我的不满。在他的叙述下，我仿佛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傻瓜。我不明白他为何如此怨恨我。尽管我们的关系不算亲密，但我始终都在为他着想。然而，我还没来得及平复情绪，家族群已经炸开了锅。我弟弟看不过去，开始与他争执。无力，你这是什么言辞？你怎么能这样说自己的母亲？你明白什么是尊重和孝敬吗？你的书都白读了吗？但无力却轻描淡写的回应，只是发错群了而已。舅舅，你激动什么？我说的是我妈，又没说你。你急什么？我弟弟立刻反驳，但你说的是我姐，我的亲姐，你现在就向她道歉。无力却冷笑一声，你真是多管闲事，我妈都没说什么，你叫什么叫？要我说，就是外婆没教好你们，才给我们添了这么多麻烦。看着他越来越过分的言辞，我终于忍不住敲响了他的门。无力，你不能这样在网上说你舅舅。但他却立刻反唇相讥，你嚷嚷什么？吵到我女儿了，知道吗？我说你无能怎么了？本来就是。你看看帖子下的评论，谁不这么说？你看到帖子也好，以后改改你的那些坏习惯，别教坏了我女儿。听到这些话，我气得浑身发抖，泪水止不住的流，但他却毫无愧疚，反而满脸不耐烦。你能不能别老哭？烦死了，从没见过你这样的老白脸。听到他这么说，我苦笑不已。我想和他交流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。无论我付出多少努力，在他眼里，我也只是一个可以让他发泄情绪、做家务、给他钱、帮他带孩子的佣人而已。或许连佣人都不如吧，至少佣人还能得到最基本的尊重。我回到自己的房间，然而未曾料到，刚走到门边，前夫的责问电话已然打来。胡晓，你怎么能因为你那个弟弟而去责备女儿？你去是帮女儿照顾孩子的，不是去给她找麻烦的。我们还没离婚时，你就总是偏向娘家，离婚后你还是这样，真是无法改变。我紧紧地握着话筒，心中的怒火再也压抑不住，对着电话那头的男人大声反驳：吴强，你是不是忘了我们为什么离婚？那是因为你的暴力和背叛，那还不都是因为你总是偏向娘家？我冷笑一声，我当然要帮我弟弟。当初你失业没钱，是我弟弟从农村背来粮食，
才让我们母女得以生存。你曾经打我，是我弟弟挺身而出，为我讨回公道。我不帮我的弟弟，难道要帮你这种人吗？你指责我不爱女儿，但这些年你为女儿付过一分抚养费吗？你除了从她那里骗钱，你还给过她什么？我愤怒地挂断了电话，心中充满了怨恨和不平。然而，我没想到站在门口的女儿却以嘲讽的目光看着我。难怪我爸会背叛你，你这样偏执、强硬、脾气又差的女人，哪个男人受得了？说完，他厌恶地翻了个白眼，然后重重地关上了房门。那一刻，我的心如坠冰窖，被寒冷和绝望所包围，无力。我的亲生女儿，她的话语如同利刃，深深地刺入了我最痛的地方。我和孩子的关系如此紧张，说起来都怪我那不负责任的前夫与难缠的婆婆。自从女儿出生后，他们便因她是个女孩而心生不满，甚至背着我企图将她送人。那时还在坐月子的我，不顾身体虚弱，冒着瓢泼大雨冲出去，才从他们手中夺回了我的孩子。此后，前夫因为我拒绝放弃女儿，不愿再生二胎，而频繁对我实施家暴。婆婆也对我冷嘲热讽，不仅在我最需要休养的时候指使我做家务，还常常恶语相向，骂我生不出儿子。要不是弟弟到我家大闹一场，为我出头，我可能会一直忍受他们的虐待。后来，前夫一家听说有黑工厂招女工，竟用女儿的未来威胁我，逼我出去打工挣钱养他们。为了女儿，我不得不妥协。在那个家里，我度日如年，每时每刻都想要逃离，但我深知我能走，女儿却走不了。当时我下定决心，无论如何都要赚钱，带着女儿远离那个令人窒息的家。于是，在沿海地区，我拼命工作，没日没夜地干活，只为攒够钱带女儿离开。然而，当我终于攒够了钱，却发现女儿已经被他们彻底带歪了。更令我痛心的是，前夫在我外出打工期间，不仅用我的钱养小三，还和小三生了一个孩子。我忍无可忍，花费巨资聘请律师，终于带着女儿与前夫离了婚。但我没想到的是，女儿却因此对我心生怨恨。她认为是我毁了她的家庭，让她失去了父亲。为了保护她幼小的心灵，我始终没有告诉她真相，默默承受着她的怨恨。为了给她一个更好的未来，我倾尽所有供她上名校，为她请家教补课。她大学毕业后，我更是拿出全部积蓄为她买房买车，只为让她在婆家面前抬起头。她生孩子时，我尽管身体不适，也坚持过来帮忙照顾孩子。但我所做的一切，在女儿眼中却成了令人厌恶的举动。她甚至觉得那个从未给过她抚养费，只会向她伸手的亲生父亲更好。她指责我不按标准照顾孩子，却不知道我因长年累月在工厂劳作，手臂已经伸不直，更别提长时间抱着孩子了。她嘲笑我走路都会摔跤，却不知道我患有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，每天晚上都要忍受剧烈的疼痛。回想起过去的艰辛和女儿的冷漠，我心如刀绞。之前体检时，医生就警告我心脏有问题，建议住院治疗。但为了女儿，我选择了忽视。此刻，在剧烈的疼痛下，我挣扎着走向女儿的房间，我希望她能带我去医院救救我。然而，回应我的却是她冷漠而烦躁的吼叫：“你死了算了，真是个烦人精，每次都想占我便宜。”听到这句话，我苦笑不已，紧接着便是心如死灰的绝望和止不住的泪水。这就是我倾尽所有，孜孜不倦，
用尽全力培养的女儿，失望吗？当然失望。在如此沉重的情绪冲击和身体疼痛之下，我失去了意识。在女儿紧闭的房门外，我昏倒了。当我再次睁开眼睛，已经是凌晨5点。我的身体像冬夜的寒冰，感觉不到一丝温暖，但比身体更冷的是我的心。我的女儿在面对我可能的生死关头时，竟能如此冷漠，心痛莫过于此。我扶着墙壁，慢慢地站起来，颤抖着回到房间，拿起户口本和医保卡，前往了医院。或许经过这一夜，我对女儿无力的愧疚感已经荡然无存。然而，就在我在医院急切的挂号时，女儿却愤怒地给我发来微信：“你去哪儿了？为什么不打声招呼就走？你怎么能这么不负责任？你跑哪儿去了？你不知道小果子饿了吗？他要吃奶。早饭呢？早饭你是不是也没做？我吃什么？你不知道我才生完孩子6个月，不能饿吗？还有宝宝的衣服，你为什么没洗？你不知道衣服放久了会滋生细菌，宝宝容易生病吗？”看着女儿的微信，我苦笑不已。即使到现在，我的女儿也没有关心过我一句，她只在乎家里还有哪些事情没做。我觉得没有必要再回复她了，我直接关了手机，等待医生叫号。经过一系列检查后，虽然病情不算太严重，但医生还是建议我住院。我拒绝了，只让医生开了一些药回家。但我没想到的是，刚走到家门口，就听到女儿的指责：“爸，你不知道，我妈真是太过分了，她连招呼都不打一声，就丢下我和孩子跑了。我从没见过这么不靠谱的妈。”前夫搂着女儿的肩膀安慰她：“小乖，爸爸知道你受委屈了，你放心，等你妈回来，我一定说她。你妈年轻的时候就懒，不做饭，不洗衣服，连母乳都不肯喂。就你在网上写的那些东西，我一看就知道是你妈能做出来的事。要我说，你一点错都没有，就是你妈和他们家那边的亲戚太小气了。”女儿的头靠在我前夫的肩膀上：“爸爸，还是你对我最好。”听着屋里两人的对话，我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笑容。这些年来，女儿一直把我的付出视为理所当然，她高烧不退，我夜以继日地守在她床边。然而，那个与她私生子父亲相伴的男人，只需轻声细语地叮嘱她多喝些热水，他就深信他爸爸是最爱他的。他未能进入理想的学校，我四处奔波找关系，甚至不惜对人陪笑送礼。而他那个所谓的爸爸呢，仅仅是昂首挺胸地夸赞一句：“我的女儿如此出众，任何学校都会欢迎她。”于是，我的女儿将所有的感激之情都倾注给了她的爸爸。事实上，我并不一定要与前夫争宠，对我而言，只要女儿幸福快乐就足够了。可是，我的前夫却时不时地给女儿打电话，指责我懒惰、自私，甚至称我为后妈。只要我稍微不顺从女儿的意愿，他就会煽动女儿与我争吵，辱骂我。我深知前夫的险恶用心，他就是不愿看到我过上好日子。我的前夫得逞了，他利用女儿成功地对我进行了报复。我正准备推门进屋，却看到刚从外地回来的女婿提着行李箱从电梯里走出来。他看到我时，脸上露出了疑惑的表情。“妈，您站在门口做什么呢？”我轻轻摇了摇头，没什么。然而，女婿的目光却落在了我手中提着的医院袋子上，他立刻紧张地走了过来。“您去医院了吗？是哪里不舒服吗？”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女婿的问题，就听到屋内传来了女儿傲慢的声音：“周凯，你问他那么多干嘛？我从来没见过这么不懂事的老人，把孩子扔在家里，招呼都不打一声，
就跑出去，害得我女儿饿得直哭，我连早饭都没得吃。要不是我爸从家里给我带早饭过来，我现在还饿着肚子呢。女婿的眉头立刻皱了起来。吴丽，你在说什么呀？妈身体不舒服才去的医院。没想到我女儿吴丽却立刻发起火来。去医院？去什么医院？她每次都想去医院乱花钱，有这些钱，不如给孩子多买些奶粉和尿不湿。女婿刚想反驳，我冷笑了一声，大步走上前去，啪的一声巨响，我狠狠地扇了女儿一巴掌。我冷笑着看着她，吴丽，我是你的妈妈没错，但我不是你的仆人和保姆。今天这一巴掌不是提醒你要孝顺我，而是提醒你以后要好好做人。吴丽捂着被我打肿的脸颊，愤怒地朝我吼道：你凭什么打我？你以为你是谁？我叫你一声妈，你就觉得我什么事都得听你的，任你打妈吗？我冷笑着看着他，你不需要任我打妈，以前你不会，以后你也不会，因为从今天起，你再也不会有我这个妈了。愤然离开后，我回到了自己的小屋，开始整理随身的行李。其实我从未预料到会如此仓促地离开女儿的家。我原本打算帮女儿带到孩子1岁再离开，因为那个无辜的小生命并没有做错什么。但是女儿对她父亲说的那些话，真的让我感到心寒。既然女儿那么喜欢她的父亲，那就让她去承担这份父爱吧。我迅速联系了一家房屋中介，租下了一套简洁的2居室，月租1800，我的退休金每月有5000多。支付完房租后，我还有3000多的生活费，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。我甚至打算再找份工作，哪怕每月能多赚2000块也是好的。搬进新租的房子那天，我有些许心酸，回想自己一生的辛劳，为女儿买房买车，最终却似乎什么都没留下。但到了第2天，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快乐。这些年来，我一直在为女儿操心，无论是她的学业、事业还是婚姻。现在，我终于可以为自己活一次了。我每天早上去跳广场舞，买菜，做自己喜欢的食物。我享受着这份久违的自由。我甚至在网上购买了几套昂贵的衣服和化妆品，穿上新衣服，化上妆，看着镜子中仿佛年轻了几岁的自己，我的心情都变得愉悦起来。在我搬出女儿家的1个月里，她没有给我发过一条微信或打过一个电话，反而是女婿时不时地询问我的身体状况，让我多加保重。然而，出乎我意料的是，在我离开1个半月后，女儿竟然找上门来。其实这也能理解，以前我在的时候，家务、孩子和家里的开支都由我负责，女儿只需要在家里看看剧、玩玩游戏，有什么事情动动嘴皮子就行了。现在我离开了，她当然会不习惯。女儿一见到我就哭了起来，诉说着孩子总是哭闹、不喝奶的烦恼。她说家里没有人打扫，已经乱得不成样子。她承认自己错了，不该在帖子里那样骂我，还说已经把帖子删除了，以后一定会改。看着女儿这样，我承认自己心软了，毕竟她是我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啊。我答应跟她回去，帮她把孩子带到1岁。女儿离开后，我长长的叹了口气，感慨儿女债真的是一辈子都还不完。我正准备收拾东西回女儿家时，突然看到了女儿忘记拿走的外孙女的奶瓶。我无奈地叹了口气，急忙下楼去给女儿送去。然而，我万万没想到的是，我竟然会无意间听到女儿和她前夫的对话。老爸，还是你机智，知道如何哄骗那个老顽固。我妈真是太厚脸皮了，非得让我哭着求她
他才肯让我跟他回去。哼，要不是为了那200万，谁愿意去找他呀？我有了钱，什么样的保姆找不到？前夫也露出了得意的笑容。就是啊，等你有钱了，还理你妈干嘛？他爱在外面租房子就租他的，你也不用再受他的气。等钱到手了，咱俩平分。你弟弟也快上大学了，到时候我给他在你家附近买套房子，你们姐弟俩以后也有个照应。看你老公那样，一看就知道不是什么善茬，但你放心，以后有你弟弟给你盯着你老公，保证他这辈子都翻不出什么花样来。女儿激动地笑了起来。哎，要是我妈死了就好了，死了我就不用低声下气地去讨好她了，我可以直接继承她的遗产，那该多好。听到他们俩的对话，我气得浑身发抖。之前我还以为女儿只是不懂事，但现在我才明白，女儿的心肠已经黑透了。她和我那个前夫一样，连做人的资格都没有。我紧紧地握住拳头，向那2个人走去。你们不用等我死了再继承遗产了，因为现在我要收回所有我给过的财产。吴丽，你这么能干，以后别哭着来求我。女儿和前夫看到我，2人的身体都猛地一颤，但没过多久，我前夫就回过神来，他迅速把女儿拉到身后。胡晓，你别想打我女儿的主意，我告诉你，你今天要是再敢动我女儿一根指头，我跟你没完。女儿看到他爸这样保护她，顿时愤怒地瞪着我。你要是敢动我爸，我就报警。看着他们俩父女情深的模样，我冷笑了一声。我是人，不是狗，狗咬我一口，我不会反咬回去，我只会叫人来打狗。冷笑着扔下这句话，我转身就回了自己的出租屋。一进门，我就解除了女儿绑定在我支付宝上的亲密付。我的退休金虽然不多，但很久以前我抓住了机遇，开了好几家卖衣服的店铺，所以早些年我也赚了不少钱。为了给女儿一个保障，我给她存了200万。从女儿上大学开始，她的支付宝就绑定了我的亲密付，她可以随便花，我不管她，但每一笔钱我都得知道去向。为此，女儿抱怨过很多次，问我为什么不把存的钱一次性给她，为什么不给她呢？因为她太傻了。她爸稍微流点眼泪，他就把我辛辛苦苦存的钱都给了他那个没心没肺的爸。之前我全款给他买的房子，他看他爸流了2滴眼泪，就哭着说他爸不容易。他说他爸过得苦，非要把房子过户给他爸。我不答应，他甚至用跳楼来威胁我。可他从来没想过，我给他的每一分钱都是我的血汗钱。我当时为了他的安全，只能无奈地做了个权宜之计，声称房子已经过户给他，他父亲可以带着他的私生子住进去，但房子的所有权绝不可能交给他父亲。吴丽见我的态度如此坚决，只能暗自怀恨，勉强答应了这个条件。然而我万万没想到，我千方百计的防范，吴丽竟然会联合他父亲打起这200万的主意来。他们为了这200万，甚至希望我消失。可是吴丽也不想想，现在他没有稳定的工作，所有的开销都依赖这些钱。如果没有了这笔钱，他以后的生活该怎么办？果然，我刚一关闭亲密付，吴丽的电话就立刻打了过来。我选择不接，于是他就在微信上质问我，辱骂我。我被气得直接将他拉黑，找不到发泄的途径。吴丽转头就在家族群里对我破口大骂，他骂我狠毒，竟然想要回给亲生女儿的钱。他骂我虚伪，明明有钱却不愿意给他。看着他这副理直气壮的模样，我气得胸口发疼。我直接在家族群里将他和他父亲密谋骗我钱的录音
公之于众，我倒要看看，当我彻底揭穿他的真面目后，他是否还能如此理直气壮。消息发出不到10分钟，女婿的电话就打了过来。他说他对吴丽和他父亲的计划一无所知，如果他事先知道，他一定会出面阻止的。女婿的电话还没说完，吴丽歇斯底里的尖叫声就从电话那头传了过来。你在和谁打电话？是不是那个死老太婆？我以前就觉得你们俩的关系好得过分，你是不是对她有什么非分之想？女婿的声音瞬间变得暴躁起来。够了，吴丽，那是你妈？你说的是人话吗？我怎么就不是说人话了？哪个女婿大半夜还给丈母娘打电话？还是说你们俩之间真的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关系？听到吴丽歇斯底里的尖叫声，我心口又是一阵酸楚和疼痛。可还没等我有所反应，吴丽的朋友圈就彻底颠覆了我的认知。吴丽居然在朋友圈里造谣说我和女婿有不正当关系。她不仅在朋友圈发布这些谣言，还在社交媒体上大肆宣扬。原来吴丽根本没有删除那篇帖子，只是设置了仅自己可见。现在她不仅重新公开了帖子，还明目张胆地发布了我和女婿的照片，肆意造谣我们之间有染。我气得咬牙切齿，立刻给吴丽打去了电话。她冷笑着威胁道：现在知道害怕了，我告诉你，如果你不把那200万转给我，我就让你名声扫地，没脸见人。我深吸了口气说道：吴丽，你到底还要执迷不悟到什么时候？你爸就真的那么好吗？为了帮他，你不惜毁掉自己的家庭。吴丽冷笑了一声回应道：男人可以再找，可是父亲只有一个，当初你抛弃我离开，若不是我爸和我奶奶把我养大，我早就不知道饿死在哪里了。更何况我老公当初还是你介绍的，你们俩之间有没有什么猫腻我可不清楚。而且我爸说他看见过你和我老公从宾馆出来，还拍了照片，你都能做出这种见不得人的事情来，你还指望我会对你好？做梦去吧！我紧紧地握住拳头，指甲深深地陷入肉中。所以这一切都是我那前夫在暗中操纵吗？我愤怒得无以复加。吴强这个卑鄙小人，我定要让他付出代价。他非要置我和女儿于死地才满足吗？挂断电话后，我冷笑一声，我直接拨通了以前做生意时认识的江湖朋友的电话。他们每个人都提着棍棒，直奔前夫的住所。我甚至叫了个专业的开锁师傅，直接破锁而入。前夫和他的新欢看到我，吓得失声尖叫：胡晓，你闯进我家想干什么？我懒得多跟他废话，直接向我的朋友们下令：砸！顿时屋内响起一片混乱的声音，各种物品破碎的声音此起彼伏。前夫和他的新欢像过街老鼠一样在屋子里乱窜。我冷笑着看着他们，让我的人把他们拖出家门。前夫的新欢恶狠狠地瞪着我：你这个老女人，信不信我报警抓你？我上前一步，啪地给了他一巴掌：你天天指使你老公来我家骗钱，就该想到有这一天。不是要报警吗？报啊！我使了个眼色给我的朋友们，领头的那位立刻拿出手机拨了个号码。没过多久，2个工人扛着一堆建材来到了我家。我冷笑着瞥了前夫一眼，把这扇门给我封死。听到我这么说，前夫愤怒地盯着我：胡晓，你这个贱人，我现在就打电话给女儿，看她怎么收拾你。我笑了：你打吧，我早就当没吴丽这个女儿了。如果她不是我的女儿，你以为你还能威胁到我？吴强看着门被一点点封上，冲上来想要打我。我的朋友们立刻拦住了他。
我趁机狠狠地扇了他一巴掌。吴强，我告诉你，以前我只是为了女儿才没跟你计较，现在你要耍狠，那就别怪我无情。我把前夫和他的新欢赶出了小区，又让我的朋友们在门口守着，我才安心离开。我立刻联系了多个房屋中介，准备把这套房子卖掉。但我没想到的是，我刚回到家，警察局的电话就来了，是前夫报的警，他们指控我非法侵入民宅。我冷笑一声，有本事你们就拿出房产证来看看，那房子到底是谁的？当我赶到警察局时，还没进门，就听到前夫和他的新欢在怒骂我。我刚想回骂，女儿却气喘吁吁地冲了进来。她还没等我开口，就对着我大吼大叫：“谁让你把我爸赶出去的？”我强忍住想要扇她的冲动，说：“那是我的房子，他侵占我的房产，难道我不该把他赶出去吗？”女儿的脸色瞬间变得狰狞起来。那是我的房子，我想让谁住就让谁住，你凭什么说那房子是你的？你有房产证吗？或者你能提供购房的出资证明吗？女儿气急败坏地开始在她的包里翻找，我看着她的举动，只能无奈地摇头：“别找了，你手里的房产证是伪造的。”女儿的动作瞬间僵硬，身体微微发颤：“你骗我！你竟然骗我！你怎么能这么狠心？连给我买的房子都是假的！”我冷哼一声：“如果不这么做，现在痛苦的就是我了。”说着，我甩出一本账本：“你自己好好看看，这些年你花在你爸身上的钱有多少？你的工资，从我这里拿的钱，全都交给你爸了。你到底有没有脑子？”女儿却倔强地抬起头：“我给我爸钱怎么了？他养我小，我养他老。你说你对我多好，结果呢？承诺给我的200万没有兑现，给我买的房子却写着你的名字，说是帮我带孩子，结果呢？却在我家勾引我老公。”他的话让我气得浑身发抖，但我努力克制住打他的冲动。无力，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那天我去宾馆，是因为你公公婆婆吵架，你老公让我去劝他妈妈回家。这么一件简单的事情，怎么在你嘴里就变得这么龌龊？女儿冷笑一声：“编，你继续编，你看我信不信你？”我被他的固执和无知气得浑身发颤。这时，女婿突然出现在警察局门口。够了！无力看到女婿，身体微微一颤，但听到他愤怒的语气后，表情变得更加狰狞。是不是我戳到你的痛处了？你们男人就是这样，看到女人就走不动道。我再也忍无可忍，一巴掌扇了过去。无力，我是你妈，请你给我最基本的尊重。外面的男人是你女儿的爸爸，也请你尊重他。无力被我打了，愤怒地冲过来想要还手。女婿终于看不下去了，他冲过来抓住女儿，将她拖出了警察局。我看着他们愤怒地扭打在一起，心里一阵慌乱。我隐隐有种预感，女儿和女婿的婚姻恐怕维持不了多久了。女儿愤然离去后，那个坐在警察局里的小三以嘲讽的眼神看着我。人们常说，母亲什么样，女儿就什么样。看来你女儿真是完美的继承了你啊。前夫也坐在那里，冷冷地盯着我，嘴角挂着一丝讥笑。胡晓，你要是聪明点，就跪下认个错，把房子过户给我，这样我或许能让女儿对你态度好点。你知道，女儿向来很听我的话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努力平复被女儿影响的情绪，然后我从手提袋里拿出一份文件，狠狠地摔在他们面前。看了这么久的戏，现在也轮到你们当主角了。你们不是最疼你们那个私生子吗？好好看看这是什么。吴强，你儿子可真是遗传了你的好基因啊！
高中就让人家女孩怀孕了，还因为打架把人打进了医院。为了平息这件事，你们没少花钱吧？你们说，如果我把这些资料发到网上，他会不会被学校开除呢？你们不是一直希望儿子能考上清华北大吗？我要是公开这些，他恐怕连技校都上不了了吧？听到这里，前夫的小三瞬间怒了，双眼猩红地瞪着我。胡晓，你这个贱人，你要是敢动我儿子，我跟你没完！我前夫也激动地站起来，对我大吼：胡晓，你要是敢碰我儿子一下，我饶不了你！我冷笑着看着他们，我当然不会真的去毁了他儿子的前程，毕竟最大的抱负是让他们辛辛苦苦把孩子供到大学毕业，却发现孩子根本不是他们亲生的，那才是真正的报复，不是吗？从警察局出来，前夫和小三还在对我冷嘲热讽，见我不回应，他们以为我怕了，但他们不知道的是，第二天法律的传票就会送到他们手上。我以侵占房产为由告了前夫，并要求他支付这5年的房租。官司我打赢了。从法院出来的那天，前夫以一种近乎仇恨的眼神看着我。胡晓，你以为把房子拿回去就赢了？我当时还不明白他的话中之意，直到有一天晚上，女婿找到我，门一开，他就急切地说：妈，我打算和吴丽离婚了。我惊愕地看着他，你……女婿露出一丝苦笑。吴丽在网上发的帖子闹得沸沸扬扬，我被人肉搜索了，公司也把我开除了。你可能不太上网，所以不知道这些。我感觉喉咙仿佛被什么堵住了。那孩子怎么办？女婿无奈地看着我。我要……吴丽听他爸的，说带着孩子不好嫁人。我点了点头，好吧。女婿走后，我请邻居帮我找到了那个网上帖子。看完后，我终于明白女婿为什么要离婚了。网上到处都是骂我和女婿的。女婿不仅被评为全网最花心的男人，而我也被贴上了全网最恶毒丈母娘的标签。看着这些帖子，我只能苦笑。我的好女儿啊，她知不知道这样做最终伤害的是她自己和她的孩子？然而，我并没有太多时间去伤感，因为当前夫没有按照法院判决还我钱时，我立即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，真是令人震惊啊！这时我才发现，前夫名下竟然还有2套房子，而且都登记在小三的父母名下。我终于知道女儿的愚蠢是遗传自谁了。即使我申请了强制执行，前夫依然没有还我钱。我果断地将他列为了失信人员，这个所谓的万能老赖。在那之后，我与女儿的联系中断了，虽然不曾直接交流，但通过亲戚的口耳相传，我略知女儿近况的一二。她和女婿的婚姻走到了尽头，连孩子都留在了前夫家。离婚时，她分到了一笔钱，便搬回了前夫家中暂住。听闻这些，我只能无奈摇头，心想让他亲身体验一下他父亲的爱，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。然而，我未曾预料到的是，某个夜晚，女儿满脸愤怒和绝望地冲进了我的出租屋。她跪在我面前，苦苦哀求。她告诉我，她的父亲打算将她嫁给一个50多岁的老光棍，除非她能拿出50万的彩礼，否则婚事无法避免。我冷笑着看着她，那挺好，老光棍能出50万的彩礼，看来你还挺值钱的。既然这样，你就嫁过去吧。女儿愣住了，显然没料到我会这么说。我保持着微笑，不好意思，时间不早了，我要休息了。直到一张结婚请柬递到我手中，我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。请柬上是我女儿吴丽的名字，
当我看到请柬上那个年纪足以当他父亲的老男人时，我紧握的拳头不禁颤抖起来。婚礼当天，我如期而至。此刻，婚礼的仪式刚刚开始，我从主持人手中夺过话筒，目光直视着舞台上泪光闪闪的女儿。我问你2个问题，我大声说，你们领结婚证了吗？你真的要嫁给这个比你大30岁的老光棍吗？女儿泪流满面，妈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还没有领证，这一切都是被我爸逼的。我冷笑一声，那你还等什么？还不快动手！女儿瞬间变得凶狠起来，朝着她即将成婚的丈夫猛扑过去。当舞台下的人群开始骚动时，我挥了挥手，从婚礼现场外，一群小混混冲了进来，将那些想要动手的人牢牢控制住。我看着女儿愤怒地殴打着她的父亲，内心五味杂陈。她露出了微笑，眼中闪烁着新生的光芒。我在来之前已经暗地里调查了为何女儿会如此仓促地决定再婚。事情的真相令人愤慨，原来我女儿在离婚后无处可去，只能回到她前夫和小三曾经租住的地方。起初，因为她手头有些积蓄，我前夫和小三便设下圈套，假装生病骗取她的钱财，甚至谎称无家可归，哄骗她为他们的儿子支付了购房首付。而后，当前夫赌债缠身，竟又心生毒计，逼迫女儿嫁给一个年近50的老光棍，以换取彩礼来偿还他的债务。如果女儿还是像以前那样对她父亲言听计从，我也无话可说。毕竟，一个人若选择自我沉沦，别人是无法挽救的。她紧紧抱住我，泪水涌流。妈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妈，我错得离谱。我为什么会这么傻，竟然相信我爸爸？他怎么能这么狠心？他把我囚禁在家里，不让我与外界接触，甚至把老光棍叫到家里来羞辱我。我为他做了那么多，为他放弃了婚姻，把所有的钱都给了他，可他为什么还是不满足？我轻抚他的背，轻声安慰，因为你一直在索求他的爱和关注，但你心里其实明白他并不爱你。正因为得不到，所以你才更加努力地付出，希望他能回应你。珊珊啊，人生路上总会有迷途的时候，但重要的是要懂得迷途知返。未来的路还长，你要振作起来，找份工作，努力赚钱，好好抚养你的孩子，不要走我的老路。说到动情处，我也有些哽咽。我从手提包里拿出一张银行卡，递给他，这是我最后能给你的帮助了。卡里有10万块钱，希望你能用这些钱开始新的生活。女儿紧紧握住那张银行卡，仿佛握住了救命稻草。妈，我能和你一起生活吗？我苦笑着摇了摇头，无力。我之前就和你说过，那个曾经深爱你的母亲已经不在了，现在的我只能尽到做母亲的责任，而这次帮助也是我最后一次能为你做的了。女儿默默地接过银行卡，眼神中透露出坚定与感激。她知道，这不仅仅是金钱上的帮助，更是母亲对她的信任和鼓励。她深吸一口气，仿佛要将这份力量吸入心底。妈，我会好好利用这笔钱的，不会让你失望。女儿的声音虽然还带着些许哽咽，但已经明显比刚才坚强了许多。我点点头，没有多说什么。我知道，她现在需要的不是过多的言语，而是行动上的支持和理解。我们母女俩就这样静静地坐着，空气中弥漫着一种难以言喻的默契和温情。我知道，这次经历让女儿成长了很多，也让我们母女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。过了许久，我站起身来，准备离开。
女儿也跟着站了起来，她紧紧地抱住我，仿佛要将所有的感激和爱意都融入这个拥抱中。妈，谢谢你。女儿的声音在耳边响起，带着无尽的感激和依恋。我轻轻地拍了拍她的背，微笑着说：好好生活，好好工作，有空就来看看我。说完，我转身离开了出租屋。走在回家的路上，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和愉悦。我知道，女儿已经走出了阴霾，开始了新的生活，而我也将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，不再被过去所困扰。日子在平淡中一天天过去，女儿果然如她所说，找到了一份工作，开始努力地赚钱养家。她时不时地会给我打电话或者发短信，告诉我她的近况和心情。我也会时不时地去看望她，给她带去一些生活用品和小礼物。我们的关系变得越来越亲密无间。然而，生活总是充满了变数。就在我以为一切都会顺利发展的时候，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打破了我们平静的生活。那天，我正准备出门散步，突然接到了女儿的电话，她的声音颤抖而急切：妈，你快来医院吧，我爸他出事了。我心中一惊，急忙问清了医院的地址和病房号后，匆匆赶了过去。一路上，我的心都悬着，生怕听到什么不好的消息。当我赶到医院时，女儿已经在病房外焦急地等待着我了。怎么回事？你爸怎么了？我急切地问道。女儿眼圈红红的，显然是哭过。爸他欠了高利贷还不起，被人打了。我心中一阵恼怒和无奈涌上心头。这个前夫真是到死都改不了赌博的恶习。但是现在更重要的是他的身体状况如何？医生怎么说？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一些。医生说爸的伤势不算太严重，但是需要住院观察几天。女儿回答道：我已经交了住院费了。我点点头，没有说话。我知道这笔钱对于刚刚找到工作不久的女儿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销，但是我也明白她这么做是出于对父亲的关心和责任感。毕竟血浓于水呀。我们母女俩在病房外默默地等待着前夫醒来。过了许久，他终于睁开了眼睛，看到了我们。他的眼神中闪过一丝愧疚和尴尬，但更多的是感激和欣慰。谢谢你们。前夫的声音微弱而颤抖。我以前做了那么多错事，你们还愿意来看我？我看着他苍白而憔悴的脸庞，心中的怨恨和怒火渐渐平息下来。毕竟他曾经是我的丈夫，女儿的父亲呢。无论如何都抹不去这段血缘关系所带来的牵绊和纠葛。你好好休息吧，我淡淡地说道。以后别再赌了。前夫点点头，没有说话，但我知道他已经听进去了我的话，并且也真心希望他能改过自新，重新做人吧。故事完，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。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利用孝心值迷惑首富儿子求婚当天，他哭红眼圈，对着镜头带头网暴我，因此成为炙手可热的大明星。故意设计让脑残粉开车将我撞死，双双重生。他再次踩我上位，这次换我成为镜头面前的受害者。我当成亲生女儿，疼爱多年的女儿，孝心值高达100分，当天被首富儿子求婚，他却借着直播镜头的面拉踩抹黑我，利用舆论网暴我。面对镜头红透的眼圈，像极了饱受虐待的清纯小白花，而我是恶毒到极点的后妈，引导我被网暴，成为网络上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。我拼命解释，可是没有一个人信我。我明明把杨月当成亲生女儿疼爱，
为了他甚至没要自己的孩子，长期饱受精神折磨。我患上严重抑郁症，受不了周围人的指指点点和冷眼相待。我找到杨月，压低姿态跪在地上，求满脸冷漠的他替我解释，可他却说：“我就是故意的，我要亲眼看你承受折磨。”说完，他让人把神色恹恹、脸色蜡黄的我赶走。因为这场网暴，我失去工作，被所有人排挤，我情绪崩溃，跑到路上，一辆面包车冲我飞一般撞过来，坐在驾驶位的陌生男人表情癫狂，朝我驶来，我整个人被撞飞，重重摔落在地，鲜血顺着后脑勺流淌，感受身体逐渐冰凉。我带着滔天恨意，不甘心闭上眼睛。死后我意识不散，亲眼看见杨月躲在一旁，用脚踢了踢我已经冰凉的尸体。从车上下来的男人穿着病号服，精神状态有些疯狂，一脸痴迷盯着杨月看，拱了拱鼻子去闻杨月身上散发的香水味，原来是他的脑残粉。我跟在杨月身边，见证他靠踩着我上位，利用舆论成为受害人，赚够足够多的关注度，成为炙手可热的明星，嫁入首富沈家，一跃成为上层人，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直到晚年的杨月死后，我的意识才彻底消散。再次睁眼，我回到前世老公杨海出车祸死去那天，杨月怀里抱着小兔子玩偶，眼神平静看着我，脸上不见丝毫伤心的表情。见吊唁的人来，他慌忙上前，刻意表现出一副小大人模样，惹得在座的人纷纷点头夸赞他懂事。听见这些话，杨月愈发得意，眼底透着得逞。前世杨月明明那么讨厌我，为了不被送到孤儿院，故意在宾客面前表现自己乖巧懂事的一面。很快，前世道德绑架劝我收养杨月的姑姑杨凤开口：“我可怜的哥呀，说没就没，留下你们孤儿寡母以后可怎么办啊？我看小月这孩子乖巧懂事，你也没能给我哥留个后，这孩子你可得照顾啊，毕竟喊了你好几年妈。”杨凤害怕摊上这个烂摊子，怕是从进门前就想好了说辞。见我不吭声，杨凤急了，挺着水桶般的腰走到我面前，面上闪过怨恨，伸手推搡我。我顺势跌落在地上，双手一拍，瘫坐在地上，憔悴的脸满是泪水，俨然一副遭受巨大悲痛的憔悴劲。见大家目光被我吸引，我嚎得更起劲了，嘴里哭诉：“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！以后孤身带个和我没有血缘关系的女儿。”窸窸窣窣的讨论声更激烈，大家七嘴八舌商量起来，要我看就给孩子他姑，他家有孩子，多一个也是养。大凤啊，你哥可就留这么一个骨肉，让后妈带走咋回事？也不怕外人戳你脊梁骨？杨凤肥肿的眼睛硬是挤出2滴眼泪，学着我的样子瘫坐在地上，皱巴着脸诉苦：“我家穷得快揭不开锅了，多一个孩子说得轻巧，你们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。”这时，杨月突然在我脚边跪下，小手拽着我裤脚，抬起头，双眼盈满泪水，带着哭腔说：“我不要和妈妈分开，我不要。”见我感动地点了点头，杨月从地上站起来，牵我的手，用期待的目光望着我。与其跟着抠门的舅妈，不如跟我这个善良好摆弄的后妈。不愧是杨月，真是好算计。她明明恨极了我，先入为主，怪我抢走他妈位置。可他妈是为了生她这个坏种难产而死，我从嫁过来，一把屎一把尿将她带大，怕她多想，我不敢要自己的孩子，担心她会接受不了。此刻她像前世一样
笃定我一定舍不得离开他。我收敛全部情绪，装作为难答应杨凤提出的无理要求。在外人眼里，我这是舍不得孩子，才答应下来。这一次，我要亲眼看着杨月翻车，从国民女儿变成过街老鼠。见我答应，杨凤一愣，随即笑没了眼睛。前世拔高踩低的杨凤见被他嫌弃的侄女一夜之间富贵起来，急忙找上门认亲。为了讨好杨月，出了一堆整治我的馊主意，却被杨月连人带行李轰出来，找人狠狠揍了一顿，灰溜溜跑回老家。最后为了给宠坏的儿子还赌债，进黑厂打工，突发意外死了。处理完丧事，杨凤又找上门，话里话外都是要分赔偿款。这下轮到杨月不愿意，她拧着眉，眼底显露厌烦。我收拾东西的手一顿，抬头看向将人拽到院外的杨凤，低头趴在杨月耳边，不知说些什么。只见杨月甩开杨凤的手，往地上一倒，开始大哭。我爸都死了，姑姑还算计我家赔偿款，大家都来看啊，凭什么呀？很快，杨月的话吸引看周围热闹的邻居，一个个伸手指着杨凤鼻子骂：能不能要点脸？他们母女俩以后要花钱的地方多着嘞！我呸！杨凤涨红着脸，羞愤男人捂着脸跑了。杨月在邻居的搀扶下被送回屋里，我装模作样将人接过去，维持人设连忙道谢。前世杨凤上门找茬要赔偿款，我抵不过人高马大的杨凤，被推倒在地挠破脸，赔偿款全部被夺走。这次我没有阻止这场闹剧，杨月却等不及，利用自己惯会拿捏人心理手段，将人赶跑，轻而易举守护住赔偿款。我带着他搬进前世租的房子。见我忙碌，杨月嘴上说的好听：妈，我给你帮忙吧，就是最近没休息好，胳膊又酸又疼。我自动忽略后半段话，指着他自己放了一堆乱糟糟的衣服，冷声吩咐把自己衣服收拾好。前世傻乎乎的我，家务方面一直舍不得杨月干，而他每天放学回到家，鞋一脱手上拿着我舍不得吃的水果，一脸享受坐在沙发上看电视，身上穿着价值不菲的公主裙，是我省吃俭用半个月工资买的，他却扑我，说穿名牌出去家长脸上有光，真是可笑，分明是为了满足他所谓的虚荣心。上辈子我几乎快要跑断腿，才帮杨月争取到贵族学校入学名额。我窝在沙发上，嘴里吃着前世杨月爱吃的水果，一脸享受地眯了眯眼睛，余光瞥到杨月自以为我看不见的角度，一脸阴沉瞪着我。我无声扯起唇角，这才哪到哪，只是让他简单收拾个衣服而已。系统呢？赶紧给我滚出来！周岩对我态度怎么和上辈子不一样？我背对杨月吃水果的手一顿，紧张发抖的心脏砰砰直跳。死后我才知道，杨月脑子有个叫系统的东西，只要他孝心值刷到100，就能获得这个世界首富儿子青睐，从而翻身，实现阶级跳跃。而一切却要利用我这个平凡到不能再平凡的人。疼爱女儿那颗心当跳脚石，我每一次对杨月的关心和疼爱，她口中的孝心值就会增长，达到100分的杨月似乎会成为这个世界女主，无论干什么都会事半功倍。回想第一次见杨月，我是不喜欢她的，她为了表示欢迎，饭桌上故意将刚出锅滚烫的鸡汤一滴不差全部洒在我腿上，当即我双腿烫出大面积水泡。住了好久的院，再见到杨月，我似乎忘记她带给我的痛苦，
满脑子只有杨月乖巧可爱的模样，以及她的好。再次听见杨月和系统对话，这次我确定了某件事。第二天，杨月一脸兴奋告诉我自己救了大人物，对方许诺将他送进靠金钱人脉和成绩才能进入的贵族学校。我不由得打了冷战，手脚发凉。这次我没有帮他找学校，他依然能顺利进入那所学校，简直细思极恐。见我没有想象中高兴，杨月狐疑的目光来回打量我，表情怪异，不咸不淡问我：“我有学上，你难道不高兴？”见状，我微微一笑回应：“当然高兴。”饭桌上，杨月眉头越皱越深，呸了2口吐掉塞进嘴里的菜，绷着脸，眼睛直勾勾看向我，示意我解释今天菜怎么回事。我是故意的，以前都是我亲手做菜，这次就让他尝尝地沟油做的菜，因为他不配，没有公主命，却有公主病。我不顾他黑掉的脸，将筷子砸在他脸上。这次我不想忍了，粘着油渍的筷头戳在他脸上，连带着菜汤甩在他白裙上。杨月彻底炸了，猛地站起身，抬手往我脸上扇。我拦住他的手，在他震惊的眼神中还了回去。清脆的耳光声响彻狭小的客厅。杨月狰狞着一张脸，目眦欲裂，红着眼怒视我：“我要杀了你！你居然敢打我！”说完，杨月冲我扑过来。还没成年的杨月哪里是我对手，被我摁着摔倒在地。我佯装无辜大喊：“中邪了！我女儿肯定中邪了，赶紧从我女儿身体里滚出去！”我装疯卖傻，借着这套说辞，从头到脚将杨月揍了一遍。听见我这番话，杨月身体绷得僵直，松开控制杨月身体的手。我气喘吁吁，一屁股坐在地上。杨月白裙皱巴巴贴在身上，眼眸阴鸷射向我：“你不是这一世的周岩。”怪异的感觉爬上后脊，我调整快要失控的表情，扭过头弯了弯眼睛，强忍恶心，学着从前的样子，温柔的目光落在杨月脸上，摸了摸她头顶，语气埋怨地说：“瞧你这孩子，今天怕不是糊涂了，我一直都是你妈，还能活2世不成？”杨月又说了一些话考验我，我装作听不懂糊弄过去。报复才刚刚开始，这么快被发现，那就没意思了。自从重生，我再也没有对杨月产生前世那般疼爱的情绪。杨月见孝心值迟迟没有上涨，她彻底急了。毕竟前世的她已经享受惯了奢靡生活，一朝重回以前，过这种被杨月所不齿的穷苦生活，她现在心急如焚。刚开学，迫不及待在学校攻略首富儿子。没了孝心值加持，样貌各方面不突出的杨月，简直是泯然众人。享受惯了前世被人追捧的生活，现在这种生活每分每秒对他都是煎熬。在学校讨好首富儿子沈阳辰，结果对方压根鸟都不鸟他，放不下骄傲身姿，刻意摆出来一副高高在上姿态的杨月受人排挤。我故意在杨月学校找了个清洁工工作，每天当着所有人喊杨月。学校所有人都知道杨月有个清洁工妈，家里穷得叮当响。前世杨月嫌弃丢人，从来不让我出现在学校，甚至开家长会都是专门找群众演员，换上假货，穿着布匪帮杨月在同学面前装面子。那个时候，我却鬼一般心疼起杨月，因为这件事，杨月孝心值大增。从此以后，慢慢被所有人接受喜欢，一跃成为学校炙手可热的风云人物。所有人被孝心值蛊惑，没有好成绩，夺人样貌的杨月走到哪里都会被人高看一眼。
我对杨月关心不在，她愈发着急，偏偏每天回家还要绞尽脑汁讨我欢心。明明她恨极了我，前世更是把我踩在脚下。这天，杨月一扫最近积累的颓废，嘴里哼着小调，蹦蹦跳跳出了门。我知道她要去干什么，攻略不成首富儿子，转而靠系统攻略首富他爸，感情是盯着首富一家不放。那个系统告诉杨月，今天是首富家老爷子在外犯病没命的那天。我记得前世这个新闻刷爆全国，而杨月每天窝在家里靠我刷孝心值，给我买20块钱的衣服，打特价已经有黑点的香蕉，我却感动得流下泪水，却忽略了杨月眼里的嫌弃。为了不辜负他的心意，我连吃了好几根香蕉，当晚却得了急性肠胃炎，被救护车拉走，住了几天院。杨月又开始送关怀，跑到超市买了几桶泡面，还是重油重辣口味。医生叮嘱我不能吃油腻辛辣的食物，他却故意给我买辛辣的东西吃。面对杨月炙热的眼神，不停催促我赶紧吃，我勉强吃了几口，结果肠胃炎加重。事后，杨月站在病床边自责落泪，说都怪自己。说完，用手使劲往自己脸上扇，他却笃定我肯定会拦住他，脸上没有一丝一毫愧疚的表情，只是做给我看而已。这些年，我被杨月用各种手段折腾，偏偏他面上功夫做得滴水不漏，一切意外发生的刚刚好。系统，死老头人呢？杨月焦急的声音响起，他清丽的小脸上渐渐爬上焦急。我躲在角落，冷眼看着这一幕，不由得嗤笑一声。沈老爷子被我提前搭救送到医院，改变发生意外而死的结局。而这次我成为沈老爷子的救命恩人，而杨月彻底没了机会。一直等到夜晚，杨月没能等来改变他命运的人，灰溜溜回了家。看到我懒散躺在沙发上，杨月憋了一天的怒火找到宣泄口，一把将我从沙发上拽起来，跺了跺脚，面露不满看着我，为什么不做饭？没见我饿着肚子回来。我低头打量比我矮一截的杨月，如今的她脸上带着稚嫩。我不咸不淡瞥她一眼，继续坐下，不想做就不做。你住海边吗？管这么宽。一听我这话，杨月这回彻底炸了，威胁道：你就我这一个女儿，小心以后老无所依。我静静看着她，目光玩味扫视她一圈，嗤之以鼻。不用你操心。见我态度应付，杨月拉不下高高在上的姿态，一咬牙转身跑了，大喊：我要离家出走，你千万别来找我。我今晚就在公园露宿街头。见我朝他摆摆手，没给台阶下，杨月气得小脸涨红，转身离去。见状，我将大门砰的一声关上。还没走远的杨月身形一顿，怨恨的目光落在紧闭的大门上。半夜屋外飘起大雪，我睡得正香，被一串急促的手机铃声吵醒。杨月终于忍不住了，真是活该。手机铃声锲而不舍，响了半个小时，直到手机没电关机。没过多久，大门被人拍得咚咚作响，门外杨月哆嗦着身子，一双小手冻得通红，嘴唇发白，不停拍打门，嘴里大喊：开门，快点给我开门啊！周岩，你这个贱人，居然给我装睡！被吵烦躁的我塞上耳塞，裹紧被子沉沉睡去。被冻了一夜的杨月最后穿着入秋单薄的衣服去了学校，足足睡到上午9点，我才悠悠转醒，吃了早餐赶往学校。毕竟我现在是学校清洁工，刚进学校没多久，驶来好几辆黑色迈巴赫，刚好停在我面前。
阻止我继续向前走。本想绕着走的我，被黑衣保镖拦住去路。原本见到我身影，脚步一迈，正要找我算账的杨月缩回脚，藏在围观人群后面，幸灾乐祸地看着我，仿佛在说你完了。穿着高定西装的中年男人从车上下来，告诉我他是沈辉，昨天我顺手救的老爷子是他父亲。沈老爷子要当面感谢我，因为身体原因只能请我去见他。正要拒绝的我，余光看见杨月双眼放光，整个人激动起来。前世站在我面前文质彬彬的沈辉，正是杨月相处多年的公公。我莞尔一笑，点头答应，打算跟随沈辉脚步坐进车里，却被人从背后拉扯开。杨月撞开我，独自坐进车里，目光却盯着正要坐进去的沈辉。爸，我是你未来儿媳妇，上辈子我给你们家生了3个儿子。杨月伸出3根手指，满脸兴奋，还用手拍了拍真皮车座。下一秒被保镖从车上强行拽下来。沈辉微微眯了眯眼眸，脸上带着温怒，想和我们沈家攀亲的多如牛毛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杨月被一顿嘲讽，面上挂不住，眼珠一转，打起我的主意。他用手指着我说，这是我妈，她向来黏我，她去哪我必须跟着才行。沈辉用眼神询问我，见我默认不再说话，只是黑着脸坐进车里。正要凑过去上车的杨月，差点被关上的车门撞伤鼻梁。他咂巴一下嘴，不舍的目光挪到我身上，讨好的看我一眼，随即殷勤帮我打开后面的车门。见我坐进去，他急忙跟着坐进来，生怕我趁机关上车门将他甩掉。没了孝心值加持，品行不端的杨月还会备受沈家人青睐吗？我倒要看看沈家会容忍儿子娶这样的儿媳妇。一路疾驰，到了首富沈家，杨月一路又瞧又摸，惹得沈家佣人躲在他后面偷笑。前世享尽有钱人生活的杨月，依旧改不掉骨子里像是没见过好东西的稀罕劲，没少被公公沈辉斥责，行事作风没有沈家气度。就连宴会上被小孩子无意说了句好丑，事后立马让人将那个3岁孩子一家搞得家破人亡，惹了不少非议。靠孝心值积累的好感，在她70岁那年消失殆尽。老公沈阳辰要和她离婚，3个儿子为了争夺家产争得你死我活，3个孩子全部遗传杨月尖酸刻薄的性格。没人孝顺他，因为他身上没有利用价格，又被沈阳辰踢出沈家，晚年被嫌弃，丢在屋里，任由他生蛆发烂死去。重生回来，不仅不改变性子，反而变本加厉。屋内沈老爷子还算精神的声音传过来，见到我他情绪激动，当面道谢，直言只要我以后有任何困难，都可以向沈家求助。我自觉有些羞愧，我救沈老爷子本就用意不纯，完全是为了不让杨月得逞，这才出手救人。我刚要拒绝，被一阵风飘过去的杨月打断。他看见躺在病床上的沈老子，闪过一丝厌恶，转瞬即逝。毕竟前世一直看不上他的人是沈老爷子。反对孙子婚事第2天，沈老爷子出意外死了，没了阻碍，杨月靠着系统嫁进豪门。我有要求，我要住在这里和沈阳辰同吃同住。不行。一道男生带着青春期独有的沙哑声传过来。沈阳辰快步走过来，坐在沈老爷子床前，脸上满是怒意，指着杨月骂道，又是你这个狗皮膏药，在学校不要脸强吻我就算了，现在还敢追到我家里跟我同吃同住，赶紧滚！被曾经的丈夫痛骂，
杨月心里自然不好受，学着以前撒娇的样子，做事要依偎在沈阳晨身上，却被沈阳晨快步躲开，用力一推，将人推了个底朝天。杨月哎呦一声，倒在地上，双脚朝上。刚才在车上精心打理的头发乱糟糟地散落在肩上，看见杨月这股泼辣劲的沈老爷子眉头拧巴起来，看见这场闹剧更加不喜，却碍于我救了他一命，而杨月现在还是我名义上的女儿。沈老爷子沉声说，既然这孩子想留在沈家，那便留下吧。沈阳晨一听，彻底急眼了，声线拔高，连忙让沈老爷子改变主意，忍不住暴脾气要踢人，语气委屈，爷爷，这个人明显就是图我们家财产，心怀不轨。杨月见状不服，反驳起来，我没有，你别胡说，我只想好好学习。听见他黑话都能说成白话，我被气笑了，原来真的有人这么无耻贪心，我都能看出来。杨月是为了沈家财产而来，精明的沈老爷子怎么会看不出来？不过是将人留在身边，等待最后一击，观察杨月到底想干什么。目的得逞的杨月俨然将沈家当成自己家。一会不满意沈家佣人布置的房间，床单要用真丝，他皮肤娇弱。临走前，杨月装模作样送我一程，脱离沈家人视线，他立马变了脸，狠狠翻了我一眼，得意地说，救了人又怎么样？好处还不是被我捞到了，啧啧，真是可怜，最后白忙活一场。你也重生了吧？上辈子你斗不过我，这辈子你也别想斗过我。杨月双手抱胸，视线粘在我身上，我咧了咧嘴，讥讽道，没了孝心值，帮你很难受吧？杨月靠着我走上人生巅峰，我自然有办法将你拉下来，凭什么牺牲我，成就你的人生？我止不住的愤怒上头，顺势上前，带着怨恨扇了杨月一巴掌。这一巴掌我是为前世自己打的，好心却被当成驴肝肺，我不甘心。杨月被打懵了，不可置信地看着我，反应过来，张牙舞爪朝我打过去。我看了看他身后，伸手指了指后面，佯装有人，沈阳晨你怎么来了？杨月扬在半空的手一顿，面露可惜，悻悻放下手，我转身就走。半晌没听见动静的杨月转身去看，却发现身后空无一人，盯着我离开的背影，气急败坏压低嗓音，给我等着，前世我能弄死你，这一世我照样弄死你。听见说话声的我，脚步没有丝毫停顿，我倒要看看这次谁能玩过谁。每天和沈阳晨黏在一起的杨月，在学校一天比一天威风，故意舞到我面前嘚瑟，嘲笑我身上穿的保洁服装，各种恶毒的话用在我身上。很快，杨月和沈阳晨同吃同住，被全校人知道。所有人等着沈阳晨出面澄清，却在学校门口看见杨月坐上沈家车走了。沉迷周围人恭维的杨月，每天飘飘然，不忘跑到打扫卫生的我面前放狠话，炫耀自己，放话迟早要收拾我。见我这段时间态度不似以往嚣张，他更加得意了，让我跪在厕所给他磕头，求他原谅，给我磕一个头，我赏你500块钱。杨月手里拿着一大沓红票子，身后跟着一些小太妹，完全忘了我现在是他名义上的母亲。女儿让妈妈下跪磕头，这种爆炸新闻，我想应该很吸引眼球。杨月，你的好日子到头了。我不怒反笑，上下瞅了他一眼，看着杨月身上穿着印满品牌名字的衣服，犀利点评，真丑，生怕别人不知道你是有钱人。
杨月最近专门穿凸显品牌名字的衣服，被一群青年少女围在一起，左一句右一句夸赞，迷得不知东西南北。她不是想出名吗？明天我让她狠狠上一把热搜，彻底出名，一报还一报。前世她利用舆论网暴我，这次也让她尝尝是什么滋味，看她还能这么不可一世。第二天，照旧穿着名牌衣服的杨月，嘴里哼着当下流行的歌，大摇大摆进了学校。刚进学校，立马被人围起来。哎呦，这不是大名鼎鼎的赖皮女吗？扒着沈阳晨吸血，还敢出来炫耀？我要是你，早就没脸见人了，真恶心！死了爹，还敢对善心收养你的后妈这么恶毒，还让你妈给你磕头。杨月，你好大的脸！围观同学一个个举起手机，将手机对在杨月脸上，不停地拍。杨月这下真慌了神，脸色煞白，急忙解释：这一切都是假的，都是周岩那个贱人胡说八道，我没有，还说你没有。沈阳晨清亮的少年音传过来，看好戏的同学瞬间让出一条道。他举着平板播放视频，杨月的声音从里面冒出来：杨晨，你是我的，咱们都老夫老妻了，不要害羞，先把咱们3个孩子生出来。沈阳晨清了清嗓子，对着众人说：昨晚半夜杨月闯进我房间，试图对我用强，不要脸的臭女人！幸好小爷房间有监控，不然我有嘴也说不清。不少暗恋帅气的沈阳晨的女生，一个个瞪圆眼睛，纷纷开口骂道：杨月遍布红血丝的双眼，怒瞪围观的每一个人，大声嘶吼：胡说，这不是我，视频是假的！杨月眼神躲闪，不敢去看沈阳晨，目光却看向装成无事发生，刚到学校准备收拾垃圾的我。大步上前，揪住我衣领，抬手往我脸上扇。这一幕刚好被赶来的记者拍了个正着，他狰狞的脸一览无遗。我在记者看不见的角度挑衅看过去，随即瘫坐在地上，脸上带着伤心的泪水，恨铁不成钢骂了句：混账！我可是你妈呀，将你养这么大，你居然要打我！想当初我将你一把屎一把尿养大，你亲妈因为生你难产死了，亲爸前不久出车祸去世，是你要跟着我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后妈，现如今却这么对我。我将真情流露的脸对准镜头，前世杨月在镜头面前抹黑我，凭空捏造我怎么虐待她的事，而我说的全是真话。我将她当成亲生女儿疼爱，她却讨厌我，害我含恨而死。杨月发疯往我身上撕扯，却被这段时间被她仗着沈家欺负的同学拉开，暗戳戳掐她身上的肉。杨月疼得倒吸一口凉气，转而扑到将她拉开的女同学身上，挥舞拳头揍了上去。我急忙将人拽开，弯腰关心被推倒在地的女生，将人扶了起来。杨月披头散发从地上爬起来，一脸不甘咬牙，接着用身子往我身上硬撞。我被撞倒在地，手掌被粗糙的地面摩擦出血。记者镜头和看热闹开直播的同学纷纷对准我流血的手掌。沈阳晨报了警，控告杨月故意伤人罪。缺少法律意识的杨月这次被前世老公送进警察局，内心会是什么感受？沈阳晨说我救了疼爱他的爷爷，自然也是他的救命恩人，帮救命恩人摆脱恶毒养女，他势在必行。我脸上带着淡淡微笑，对于沈阳晨并没有什么好感，毕竟前世杨月是靠着沈家势力作威作福，随意欺辱别人。如今接触下来，发现沈阳晨是个正义感爆棚的人。前世他大概是受了杨月孝心值和系统蛊惑，
对杨月没了辨白是非能力。我同前世的杨月一样，成为网络红人。上一世她被称呼为国民女儿，这一世我被称呼为国民妈妈，何其讽刺！警局内，杨月还在大喊大叫，直言自己没有错，怪我克死他爸，说我平常虐待他。我的话全是假的。事件热度特别高，警方特地去我们之前住的村里走访，而事实并非杨月口中所说那般。负责办案的警察对杨月这种撒谎行为进行严厉的批评教育。由于这一世的杨月还没成年，对我只是小打小闹，没有构成太大伤害，被教育一番放出来。离开警局没多远，他追上来，手里拿了块从街边捡的砖头，悄悄跟在我身后，想要趁我不备砸死我。见被我发现，杨月可惜地摇了摇头，将砖头丢在地上。再逼我，我就杀了你。我现在是未成年，杀人不犯法。杨月怪笑一声，转身走了。现在对他最重要的是沈家，他渴望有钱人生活，只有沈家给得起。杨月刚赶到沈家，连人带行李被撵了出去，以及他最近这段时间在沈家花销。沈老爷子特意让人给列了账单，要求他在3天内还清。沈阳晨叉腰站在门口，面露鄙夷：“赖皮狗，赶紧滚！看见你就倒胃口。”说完，沈阳晨故意捂住鼻子，示意身后的佣人跟着做相同动作。杨月被这一幕刺红了眼，深深看了沈阳晨一眼，转身离去。离开沈家，欠下巨额债务的杨月流落街头，半夜敲响我家大门，叫嚣让我开门。周岩，我错了，你这么疼我，肯定舍不得我流落街头，求你给我开门。我透过猫眼看他面无表情说求情的话，浑身打了个冷战。先我哄骗开门，鸠占鹊巢后再将我赶走或者杀死。好毒的心！扯着嗓子喊了半个小时的杨月，见我迟迟没有给他开门，计划没得逞，接连踹了好几脚，咒骂2句，拎着行李走了。转眼几天过去，杨月又上了热搜，这次可谓是彻底出名，连带着我被扒出来。网友对我的遭遇更加心疼。短短几天，我涨粉几十万。当晚离开的杨月，用身上仅剩的钱找人绑架沈阳晨，蹲守在学校外面，找准机会将人掳走。沈阳晨失踪，急坏沈家人，立马发布悬赏全国找人。一夜之间，全网全是找沈阳晨的消息。而杨月将人带回农村老家，打算强行和沈阳晨发生关系，遣散花钱找来的社会混混。杨月将人绑在床头，一脸猴急，扒光沈阳晨衣服，嘴里念叨：“只要我怀了沈家未来继承人，这辈子享不完荣华富贵，到时候将周岩这个贱女人踩在脚下，当我的狗。”正要脱掉自己身上的衣服，被带人赶过来的沈辉逮了个正着。沈家保镖个个身强体壮，很快将不断挣扎的杨月控制住。沈辉气得胸膛剧烈起伏，将身上昂贵的西装外套披在儿子身上，喘着粗气，带着十足力道的巴掌招呼在杨月脸上。直到警察赶到，警笛声响彻整个村庄，好奇的村民纷纷凑过去看热闹。见到是杨月，一个个露出鄙夷的神色。毕竟杨月这段时间在网络上极其出名，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。被抓起来的杨月关在拘留所一段时间，出来时却疯疯癫癫，满口胡言乱语，显然是沈家人动的手脚。事情告一段落，沈辉特地上门感谢我，毕竟他们能找到沈阳晨全靠我提供线索，
毕竟这个世界除了我，没人更了解杨月。将人拐走，杨月第一时间能想到的地方，只能是废弃的老家房子。在法律层面，我现在还是杨月监护人，我只能将疯了的杨月送到精神病院。我甚至将杨月如今的模样拍成视频发到网上，网友直呼豪爽、过瘾。送到精神病院那一刻，杨月突然装不下去了，不再胡言乱语，扒着铁栏痛哭流涕，伸手去拽我衣服，被我闪身躲开。他崩溃捂着头尖叫，跪坐在地上呢喃：“我没病，周岩，你是故意的。”我挑眉看向他，一字一顿说：“每个精神病患者都说自己没病。杨月，你病了，不用谢我，我帮你交了10年医疗费，杨海赔偿金刚好够你治病。”杨月听闻，从地上一咕噜爬起来，朝我放声大喊，仿佛用尽了全身力气，面色苍白如纸。突然咯咯笑了起来，眼角泛着泪花。够狠！我认输。不，我永远不会认输。等我出来那天，我一定要了你的命。我回应了句：“好啊。”转身离去，身后响彻整条走廊的痛恨声，带着滔天恨意。我不甘心，这次凭什么你能赢？我要日日夜夜诅咒你不得好死。这一次我的脚步没有丝毫停顿，转身离开。杨月被送进精神病院，再也没人对我产生威胁。我靠着热度成为100万博主，我利用这次网络热度，马不停蹄赶往山区捐送物资，见到孩子们一个个扬起天真的笑，脸蛋红扑扑，将我围起来。我头一次感受到不带任何目的的喜欢。他们眨着黑亮亮像葡萄般的眼睛，看见我笑弯了眼睛，发出银铃般的笑声。我打量他们干裂的小手和打着补丁的衣服，鼻子泛酸，不受控制红了眼眶。我利用网络呼吁大家略尽绵薄之力，帮助山区小朋友。这一世我将扎根教育事业，让花成花，让树成树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本期影片大家觉得是第一个故事精彩，还是第二个故事精彩呢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